如果你最近搭地铁，应该已经发现了，今年有14个国庆限定站点已经布置好了。这14站分别是政府大厦、来佛士坊、滨海湾、海湾坊、滨海南码头、乌节、纽顿、五级市、多美戈、玉廊东、榜鹅、红帽桥、但宾尼和雾兰。像这些站点本身就很适合拍照、打卡、发 IG。如果你最近刚好会经过，可以顺手去记录一下，节日感画面很不错。毕竟国庆这种东西能出现在你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，本来就比只出现在舞台上更有感觉。新加坡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很少只把节日留在舞台上，它更喜欢把节日直接塞进你每天一定会经过的地方。你以为你只是去搭一趟车，结果顺便也被提醒了一次，这座城市想怎么让大家一起过国庆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想带你看懂一件更厉害的事。新加坡不是把国庆装进地铁，而是借地铁把国家认同、交通治理和生活方式一起带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这次国庆限定会选地铁，而不是别的空间。新加坡现在的轨道网络规模已经超过240公里，而且还在继续扩张。公共交通的日均客运量这几年也稳定回到很高水平。对一个国土不大、人口密度高、生活和就业高度集中的城市国家来说，地铁不是方便而已，它是主干系统。再加上 COE、ERP、停车成本这些现实约束，多数居民的真实经验不是今天要不要搭地铁，而是今天怎样搭得更顺。当它成为了一个被高频使用、稳定运转，而且被大多数人信任的系统，才有资格承载节庆、认同和公共沟通。LTA 这些年一直在做的，也不只是修线而已，还包括提升可靠性、扩充运能、优化无障碍、强化巴士接驳。票价方面，新加坡也不是完全交给市场，而是通过公共交通委员会和政府补贴去维持可持续。这是一套被国家长期投入、长期管理的公共服务。这样一来，国庆装饰就不是偶发营销，而是系统治理的自然延伸。你每天从祖屋区进站、转线、出站，再走进学校、办公室、商场或医院，这条路径本身就是新加坡城市运行最稳定的一条线。也正因为它足够稳定，国家叙事才有地方落地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是14个站点？是不是只是挑几个热闹地方，方便大家拍照发社交媒体？答案没这么浅。对城市治理来说，站点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点位，它同时是人流节点、功能节点，也是象征节点。一个站点如果连接商务区、旅游区、政府机构、祖屋镇，或者本身就是大型换乘站，它的传播效率就远高于普通街角装饰。因为你不是特地去看它，而是你几乎一定会经过它。新加坡这类公共表达通常不会做得过度喧闹，它更像是把国家主题安静地放进你的通勤路径里。你早上进站看到一次，换乘再看到一次，下班再看到一次，周末带家人出门又看到一次。它不需要你停下来接受一段正式说明，但它会在高频重复里慢慢建立熟悉感。对成年人来说，这是把国庆从国家活动拉回个人生活；对孩子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最早接触国家符号的日常场景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地铁站跟商场装饰不是一回事。商场是消费空间，重点是吸引你停留和花钱；地铁站是公共基础设施，重点是让你顺畅移动。当国庆元素进入地铁站，它传递的不是来消费，而是你本来就在这个系统里，你和这座城市的运行是连在一起的。这种感觉很轻，但很有效。因为新加坡的城市结构本来就围绕交通节点组织生活，祖屋、邻里商业、学校、诊所、巴士接驳，很多都围着公共交通展开。所以地铁站天然不只是通道，它其实是社区和国家之间的接口。14个站点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它们不是14个拍照背景，而是14个被精心挑出来的接触点，用最小的阻力把节庆、认同和城市节奏绑在一起。你可以喜欢这种做法，也可以保持距离，但很难否认，它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条件下确实有效。如果再往深一层看，你会发现这次国庆限定之所以成立，真正的前提不是装饰做得好，而是新加坡早就把公共交通写进了生活方式。
政府既然希望社会接受 CarLight， 就不能只讲理念，必须把地铁和巴士做成真正可用、可依赖，而且长期可持续的系统。所以你会看到网络持续扩张，像汤申、东海岸线这类项目不断落地。你也会看到票价调整有机制，补贴有规模，系统数字化持续推进。SimplyGo 这类支付方式，表面看只是方便，本质上是在降低使用公共交通的摩擦成本。新加坡很多组屋镇、邻里中心和就业节点本来就是围绕公共交通组织的。你在本地生活久了会很有感觉，一个地方值不值得住，很多人先问离 MRT 几分钟，一个商场值不值得去，很多人先看有没有地铁直达，长者出行方不方便，也常常取决于站点电梯、巴士接驳、遮雨连廊和步行环境。这说明地铁已经不是一条线，而是一种生活秩序。在这样的结构里，国庆装饰就不是额外附加，而是顺势而为。因为当政府要讲国家主题时，最合理的场景不只是庆典当天的大舞台，而是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里，让这件事变成共同经验。当然，这里也要保持清醒，公共交通被赋予越多社会功能，公众对它的要求也一定越高。票价、故障、拥挤、冷气、无障碍、接驳效率，任何一项出问题，都会直接影响这种认同感的可信度。新加坡要求居民把公共交通当成主轴，同时也必须持续证明这套主轴值得你依赖。我们再来拿别的城市来对比看看。先看香港，香港地铁非常强，效率高，系统成熟，但它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商业化能力很强，铁路和物业开发绑得很紧，很多站点的空间感受也会让你明显感觉到商业广告的存在。再看东京，东京地铁和铁路系统最突出的是极致准点、极高运量，还有把时间压缩到很细的运行管理。你在东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高精度、高密度的都市节奏。新加坡当然也重视效率，但它的治理哲学不完全一样。新加坡的轨道系统更明显是被当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来经营，政府主导程度高，财政支持也更直接，目的不只是把人送到目的地，还要支撑住房布局、就业分布、社区连接和社会整合。你如果长期住在新加坡，会很容易感受到站点和生活设施绑得有多紧。出站可能就是祖屋、商场、诊所、图书馆、巴士转换站。这种站点不只是交通节点，更像社区门口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国庆主题进入地铁空间时，它不会显得特别突兀，它像是在一个本来就承担公共意义的地方，再加上一层国家时间感。这个差别很重要，因为它说明新加坡地铁的价值不只是移动效率，而是它同时承担民生、社区连接和国家叙事三重角色。香港的强项更偏商业回收和空间整合，东京的强项更偏运行精度和高压节奏，新加坡则更强调公共系统作为社会整合平台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地铁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把人送得稳，而是把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、不同社区的人长期放进同一个系统里。这样一来，这14个站点就不只是节庆布置，而是把一种城市方法直接摆在你面前，用高频、稳定、可达的基础设施，把国家叙事做成日常经验。所以，这支视频我最想告诉你的，不只是赶快去打卡，而是下次你走进这些国庆限定站点时，可以发现地铁一边承载通勤压力，一边承载生活秩序，到了国庆还顺手承载集体记忆。看懂这一层，你以后再看新加坡的巴士转换站、祖屋连廊、社区中心，都会多一层判断。如果你认同这种从基础设施看城市的方法，欢迎订阅频道。下一节我可以继续拆这14个站点，各自代表什么样的城市角色，哪些是国家门面，哪些是社区接口，哪些最能看出新加坡怎么把一条地铁线做成一条社会连接线。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近看到的国庆地铁布置是让你更有节日感，还是让你更看懂新加坡？